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医生推荐基于科学证据对身体有益的饮食习惯这本书。在当下的健康浪潮中，有各种各样的饮食方法，这让一些人感到困惑，不知该从何处入手。据作者所说，在他所在的产科医院中，有许多从怀孕生产后突然变胖，或者因过度节食破坏荷尔蒙平衡导致月经不调的女性。这些患者多半是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引起的健康问题。相反，即使是基因上具有较高疾病风险的人，通过调整适当的生活习惯，也可以预防生活习惯病和癌症等疾病。这本书基于最新的科学证据，介绍了许多可持续坚持的健康生活习惯。今天的视频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绝对不要做的5个错误的健康法；第二，产科专家教您的3个最强的饮食方法；第三，基于人类的 DNA 现在就应该采取的5种习惯。这本书的内容作为保持健康的基础知识，不仅针对女性，也提供了对男性非常有益的信息，对各个年龄段的人都适用。我相信这对大家一定会有所帮助，请务必看到最后。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是第一部分，绝对不要做的5个错误的健康法。虽然将健康的习惯和饮食融入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停止错误的生活习惯。一旦养成了错误的习惯，就很难改变。随着医学在不断进步，我们自己的知识也需要更新。因此，我想介绍一些应该立即停止的错误健康法。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好的，但现在已经过时，或者是由于电视等媒体的宣传而被误传的错误减肥方法。接下来我会介绍5种错误的健康法，其中包括1、危险的极端素食主义；2、医生建议的应该和不应该摄取的补充剂；3、采用短期集中式减肥法；4、认为早餐对身体有益；5、过分关注 PFC 平衡。有些内容可能会让你有些惊讶，但我会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应该采取的错误健康法之一，即危险的极端素食主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像烧烤和汉堡包等肉类食品，特别是牛肉，会增加大肠癌和高胆固醇血症的风险。那么，完全不吃肉的素食主义者是否比吃肉的人更健康呢？我先来总结一下。完全不吃肉的纯素主义者会面临各种营养素不足的风险，容易导致骨骼衰弱和牙齿问题。根据加拿大的一项对牙齿的研究结果显示，与食用含有大量蔬菜的西式加工食品的人相比，食用传统动物性食物的人在全身健康和牙齿状况方面更好。在对比了以动物性食品为主的非洲马赛族和以蔬菜为主的其他民族，发现马赛族的健康状况和牙齿状态更好。营养学上认为，纯素食主义者的饮食容易缺乏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素，这些营养素构成了我们身体的基础，缺乏会导致牙齿和全身出现各种问题。牙齿的健康是影响我们健康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摄入蔬菜也很重要，但除了蔬菜外，我们也要平衡摄取其他食物。极端的肉食或者素食主义都会有相应的缺点，所以饮食平衡才是关键。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采取的错误健康法之2，即医生建议的应该和不应该摄取的补充剂。有些人可能会听说，营养素不足时只需要通过补充保健品来弥补就可以了。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根据最新一篇关于24种常见补充剂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大多数补充剂无论是否服用都未显示出对健康产生影响。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补充剂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其中之一是钙补充剂。事实上，有数据显示，摄入钙补充剂会增加结石风险。为什么在饮食中摄入钙是安全的，而在补充剂中就不安全呢？这是因为食物中的维生素 D 等成分可以调节钙的吸收量，但如果单独摄入钙补充剂，则这种调节机制就不会起作用，
导致钙被过度吸收，增加结石的风险。此外，对于许多人服用的综合维生素补充剂也需要注意。维生素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种，脂溶性维生素无法溶解在水中，因此无法通过尿液排出，可能导致过量症状，这可能会导致死亡率上升的风险。因此，像钙一样，最好还是尽量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不要轻易认为可以通过补充剂补充缺乏的营养素，而是应该努力保持均衡饮食。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种效果并不糟糕的补充剂，那就是叶酸。叶酸对于孕妇来说非常重要，可以促进胎儿正常神经发育，预防脊柱裂等先天性缺陷的发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过量摄入可能会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因此需要格外小心。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采取的错误健康法之3，即采用短期集中式减肥法。对于经常观看本频道的观众来说，应该已经知道了短期集中式减肥法的危害。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和反弹等许多负面影响。近年来，通过研究短期集中式减肥法发现，我们大脑内的饱腹感开关可能会受到破坏，导致长期内食欲暴增。当身体陷入饥饿状态时，饱腹激素的作用会被抑制，容易导致过度进食。随着能量消耗的减少，身体更容易储存食物。短期集中式减肥法也会出现相同情况。问题在于，一旦身体进入这种模式，就很难恢复原状。最近的研究对肥胖患者进行了为期10周的严格卡路里限制，结果发现，在结束卡路里限制1年后，食欲激素升高和饱腹激素降低仍然存在。换言之，进行短期集中式减肥后，接下来的1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食欲会持续暴增，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您在这个冬天增加了一些体重，希望在明年夏天能恢复平坦的腹部，那么千万不要尝试急速短期减肥。对于这种情况，最好通过健康的运动方式来塑造体型，而不是进行卡路里限制。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采取的错误健康法之4，即认为早餐对身体有益。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早餐是不可或缺的，不吃早餐会导致大脑能量不足，可能会感到烦躁，难以集中注意力，这是对早餐必要性的传统观念。然而事实上，科学证据并没有证明早餐的必要性。即使不吃早餐，我们的大脑也不会突然出现能量不足的情况。我们每天清晨醒来前，身体会分泌各种激素，比如皮质醇，并从肝脏释放新的葡萄糖。即使不吃早餐，由于这些激素的刺激，我们也不会立即感到能量不足。目前，科学已经否定了吃早餐会提高代谢的说法。有人认为吃了早餐后会减少后续餐食的量，但这取决于个人。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如果没有饥饿感，强迫自己吃东西似乎并不明智。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采取的错误健康法之5，即过分关注 PFC 平衡。大家是否听说过 PFC 平衡这个词呢？ PFC 代表食物中的3大营养素：蛋白质 P、脂肪 F 和碳水化合物 C。厚生劳动省推荐 PFC 平衡为2:3:5，即蛋白质2份，脂肪3份，碳水化合物5份。然而，据本书称，这种 PFC 平衡的理念已经过时。现在认为，摄入过多的脂肪可能引起动脉硬化的说法已被否定。相反，摄入脂肪是被大力推荐的。此外，有多项研究表明，摄入过多蛋白质可能对肾脏产生不良影响。摄入能量的一半为碳水化合物，显然是摄入糖分过多的表现。作者建议，不必过分关注 PFC 平衡，而是减少糖分摄入，增加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每天摄入的蛋白质量对每公斤体重不应超过1克的标准。对于体重为60公斤的人来说，每天摄入50克至60克的蛋白质是合适的。以上就是5个绝对不应该采取的错误健康方法。可能会感到有些是意外的，对吧？
长期坚持错误的健康方法的人也不用担心。在下面的内容中，我将介绍很多正确的健康方法，希望能借此机会一起养成我们的健康习惯。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产科专家教您的3个最强的饮食方法。作者是产科专家，在本书中为大家介绍了男女都适用的饮食法。我知道大家对于听到最强这种说法时，可能已经感到了厌倦，但请放心，今天我从本书中精选出了3种饮食法，下面将详细解释每一种。首先是第一种，让细胞恢复活力的魔法饮料。我们人体由大约60万亿个细胞组成，每一个细胞的活跃都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然而，细胞非常精细，如果盐分浓度、氧气等营养素的平衡没有得到调整，就无法生存。肾脏在维持细胞内盐分平衡和处理废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肾脏简单来说就是血液的过滤器，每分钟能够清洁约1升的血液。通过这种方式，肾脏保持血液清洁，从而维持细胞的平衡。为了维持健康，保持肾脏的活力至关重要。您能理解这一点吗？保护肾脏的魔法饮料就是水。根据研究显示，经常饮水的人，其血压明显低于不饮水的人，肾脏血流量保持稳定，血液中废物浓度也很低。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保持肾脏的活力，进而有助于预防细胞老化。只需在平时饮水量上再增加2瓶水的量，就已经证实能产生健康效果。如果您担心细胞老化问题，我强烈建议您从今天开始尝试一下这个方法。接下来，产科专家推荐的最强饮食法之2，即摄入用于预防肠漏病的食物。您听说过肠漏病综合症吗？肠漏病指的是肠道容易泄漏的意思，有害细菌和毒素泄漏到肠道外。这些有害物质泄漏后，会引发过度的免疫反应，导致炎症。这种炎症会增加胰岛素抵抗，导致血糖升高，进一步加剧肠漏病，甚至引发脑部炎症，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已知导致肠漏病的物质包括小麦中的麸质、消炎镇痛药和食品添加剂。如果您患有肠漏病，避免摄入这些事至关重要。同时，摄入预防肠漏病的食物也同样重要。预防肠漏病的食物包括发酵食品，如酸奶、酸菜和泡菜，特别是泡菜和酸菜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值得推荐。如果您的肠胃不适或担心血糖升高，请务必将这些食物纳入日常饮食。接下来，产科专家推荐的最强饮食法之3，即预防癌症的饮食习惯。自80年代以来，癌症一直是现代人的主要健康威胁，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日本，超过1半的人有可能在一生中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即使是对健康非常重视的人，也不能忽视癌症的风险。导致癌症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紫外线、病毒、饮食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尽管目前的医疗技术无法完全预防癌症，但通过调整饮食可以降低患癌的风险。导致癌症的应避免的食品和预防癌症的食品都有很多，要记住它们十分困难。因此，今天我将癌症预防的饮食法总结为5个要点，请务必记住这5个饮食要点，以预防癌症。这5个要点是：以蔬菜为主的饮食，积极摄取豆类，不饮酒，避免摄入食品添加剂和残留农药，多食用大蒜。我相信一直观看本频道的人，对这些要点可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最后一个关于大蒜的要点可能有些陌生，因此我来做一下解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有效预防癌症的食物清单，将这些食物按照金字塔形状排列。在这个金字塔上，有40种被认为对预防癌症效果最好的食物，主要以蔬菜和水果为主。而排在金字塔顶端的则是大蒜。大蒜中的硫酸丙烯能够抑制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这些活性氧自由基是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大蒜不仅有助于维持细胞平衡，还可以预防癌症的发生。大蒜中含有的硒物质可以促进过氧化脂质分解，
这对于预防癌症至关重要。因此，我建议大家积极将大蒜纳入日常饮食中。接下来是第3部分，基于人类的 DNA 现在就应该采取的5种习惯。首先是第1种习惯，符合人类 DNA 的饮食方式。人类大约在数百万年前语言分离并开始进化，我们的 DNA 是在数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发生变化和进化的。我们开始食用大米是在相对较近的时间内。我们的祖先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直到突然开始食用大米。可以想象，我们的 DNA 对于食物生活的巨变会感到非常惊讶。这种 DNA 无法适应我们食物生活的急剧变化，是我们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的原因之一。相反，如果遵循适合 DNA 的饮食，身体的不适将得到明显改善。比如，适合日本人 DNA 的饮食是绳文时代人的饮食。绳文时代人的饮食以富含脂肪的鱼类、贝类等海产品为主。这些食物除非大量食用，否则不会大幅提高血糖水平，并且富含矿物质、Omega-3等对身体有益的营养素。当然，并不是说要完全模仿绳文时代人的饮食，但至少应避免加工食品和精致谷物，多食用当地采摘的无农药蔬菜，注重地方产地，就会自然接近绳文时代人的健康饮食。接下来是第2种习惯，保持饱腹感，预防过度进食。对于那些刚吃完东西却总觉得很快就饿的人来说，虽然今天打算吃的少一点，但一旦开始吃就容易吃过量。您过量进食的原因在于饱腹感不能持续很长时间。相反的，如果能延长饱腹感，就可以预防过度进食。而饱腹感的关键在于脂肪和膳食纤维。由于脂肪的吸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对提高饱腹感非常有效。此外，脂肪还有抑制碳水化合物分解和吸收的作用，因此也可以期待它降低血糖水平的效果。另一方面，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食物体积，提高饱腹感，并且已知可以抑制热量吸收。为了获得饱腹感并避免过度进食，咀嚼充分、慢慢吃也非常重要。事实上，那些吃得快的人往往有较高的 BMI。观察周围的人，你会发现瘦的人通常都在慢慢的吃。充分咀嚼对牙齿健康也非常重要。如果您经常吃得很快，那么从今天开始有意识地放慢吃饭的速度吧。接下来是第3种习惯，将体脂肪转化为燃烧脂肪的秘密开关。现在让我们照一下镜子看看，如果您不满意腹部多余的脂肪，您就需要按下身体的某个秘密开关，您会看到脂肪开始燃烧、消失。那么您可能想知道这个秘密开关是什么？这个秘密开关就是棕色脂肪细胞。棕色脂肪细胞含有大量线粒体，尽管它是脂肪，但其中性脂肪并不多。可以说，它就像是脂肪的吸尘器。通过打开这个秘密开关，身体会发热，脂肪也会高效燃烧。要想打开这个开关，有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寒冷刺激，比如泡完澡后，要出来时冲个冷水淋浴等，故意让身体感受到寒冷。第2个方法是运动，忍受寒冷的冬天早晨慢跑，可以将寒冷刺激和运动两者相结合，可谓一举两得。第3个方法是食用包括辣椒在内的辣椒素，吃辣的东西会让您出汗，这是棕色脂肪细胞开启的信号。此外，绿茶和生姜中含有的姜黄素，已知可以激活棕色脂肪细胞，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吧。接下来是第4种习惯，选择在饥饿时吃的最佳零食。尽管做了很多保持饱腹感的努力，但有时候您可能还是会感到饥饿，想要吃点什么。这时，最好的零食就是坚果了。正如我之前所说，坚果富含脂肪和膳食纤维，是获得饱腹感的理想选择。坚果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蛋白质，营养丰富。除了坚果，本书还推荐奶酪作为另一种零食选择。奶酪的糖分含量相对较低，主要成分中有1/3是脂肪，1/3是蛋白质，剩下的1/3是水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食用过多奶酪可能导致肠漏病综合症，因为摄入过量的奶酪会增加动物性脂肪的摄入量，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在食用坚果的同时，偶尔享用奶酪，而不是过量摄入。接下来是第5种习惯，调整自主神经，拥有易瘦体质。也许你已经尝试过各种减肥方法，但却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瘦下来，这是否让您感到沮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您可能是自主神经失调。自主神经失调不仅会导致疲劳感增加，还会使体重增加，大脑中感受饱腹的部位受到影响。自主神经失调可能使这一部位功能失调，导致感觉饱腹困难。调整自主神经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需做到以下3点：保证每晚睡眠时间超过7小时，避免压力，接受足够的阳光照射。只要意识到这3点，自主神经就会逐渐恢复正常。这3点还能促进血清素的分泌，稳定情绪，抑制过度食欲。尤其是充足的早晨阳光能够调节体内生物钟，使夜晚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减少压力激素的释放，从而更容易减肥。此外，流行的进食也是恢复自主神经的有效方法。我们在本频道通过各种书籍介绍了进食的方法，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观看完本视频后进行查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